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是史上最叛逆员工，老板夹菜，我转桌；老板开门，我上车；老板隐私，我乱说；老板一怒之下将我开除，我却万分感谢他放过。周爽，你想干嘛？我正转桌子，想要加那道招牌糖醋里脊。没想到坐在我一旁的主管陈亚琴忽然猛地将桌子一拍，指着我就破口大骂。我自然也是毫不客气就对了回去。这桌子设计来就是转的，我转桌有什么问题吗？陈亚琴眼神冷淡，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老板的方向。只见老板因为我转桌，他加了个空。此刻他的手正尴尬地停在半空中，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可以看出他已经对我刚刚的行为十分不满了。周围的同事也是被我刚刚的操作吓出一身冷汗，但是我却丝毫不顾及老板的脸色，自顾自的就把老板同样想要加的那道菜转到自己面前。不仅如此，我直接将整盘菜全部加光，硬是没留一点。顿时包间内的气氛就变得异常诡异。虽然老板强忍着怒火，但是陈亚琴此刻眼神恨不得想要杀了我。饭局还没有结束，陈亚琴就直接将我拉了出去，他一把狠狠将我推到墙上。周爽，你他妈想死是不是？面对陈亚琴的怒火，我却一点也不在意。不仅如此，我反倒还充满挑衅地反问道：怎么，刚抢了我的位置，你就是这样对你师傅的吗？一时之间，陈亚琴的表情尴尬不已。就在昨天，我作为部门的前任主管，我带着部门完成了十分重要的项目。就在今天的早会上，我原本还在期待老板履行之前说好的分红问题，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不仅对分红问题只字不提，竟然还直接没有任何商量的将我的主管位置交给了我的徒弟陈亚琴。我气得当时直接拍案而起，我直呼其名地问道：陈淑仪，你什么意思？我原本还以为他会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他却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他像个关爱孩子的老者一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小周啊，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知道我这样做你会有些不服气，但是我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你好好休息。正当我准备继续开口时，他草草就结束了会议。我直接就杀到他办公室，我将面前的椅子一摔，大声地向他质问道：你就是这样对待公司的元老的吗？你这叫卸磨杀驴，过河拆桥。陈淑仪猛地将桌子一拍：我为了你好，你竟然侮辱我！为了我好，谁他妈不知道陈亚琴是你塞进公司的你的亲戚？你不仅让他跟着我就算了，你竟然直接让他代替我的位置，你还说这不是你很久之前就预谋好的。对于陈淑仪的做法，我除了感觉的愤怒之外，更让我感觉到恶心。他竟然会想出这么下三滥的方法。面对我的不服气，他竟然最后直接来了句：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不想干了就自己滚。老板，员工。听到他在我面前说出这俩字，我忍不住一阵冷笑。当年我和他一起扛过那段苦日子的时候，他可没有在我面前以老板自居。如今我帮他把公司管理好了，他反倒开始在我面前摆起了架子。随即我一阵自嘲，我笑是自己有些过于天真了。我竟然真的信了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竟然真的信了老板口中的鬼话。老板夹菜你转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连这点情商都没有吗？怪不得这个主管的位置你才坐不住，你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想要扑我，可是我可不吃这套，我直接就对了回去。
你觉得你坐上我的位置是靠的你的本事吗？你和陈淑仪的亲戚关系，公司早就人尽皆知了。”一听这话，陈亚琴反倒立刻就对我反驳道：“我知道你是在嫉妒我，别以为我在你手下做过一段时间的事，你教了我一些没有任何价值含量的东西，就觉得是我的师傅，就可以在我面前觉得高我一等了。”看着陈亚琴这副小人得志、忘恩负义的嘴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要记住，现在我才是主管，你归我管。我说东你就别给我往西，要开除你只是一句话的事情。说罢，陈亚琴就得意洋洋地重新进了包间。我看着他的背影，我也不恼。他自以为自己现在的能力已经超越我了，但是他殊不知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交给他，他和老板的好日子都还在后面呢。饭局结束之后，陈亚琴直接在路边替陈淑仪拦了一辆车，他一脸谄媚地给对方开了车门。正当陈淑仪准备上车，我直接一下就抢在老板之前上了车。陈亚琴当即就失态地朝我大吼道：“周爽，你他妈想要造反了！”陈淑仪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她的脸比煤炭还要黑，她眼中喷出的火苗恨不得想要将我生吞活剥一般，我却将自己的钝感力发挥到了极致。亚琴，真是谢谢你啊，还专门替我打车，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师傅的嘛。你还不快给我滚下来，这是我给老板打的车，你有什么资格坐？陈亚琴上前来一把就想要把我扯下来，我微微一笑，就一把将陈亚琴的手给甩开，然后赶忙将车门一关，就让司机开车扬长而去。一时间，我们私下的员工群直接炸了。周姐，你简直太牛了，简直是吾辈楷模呀！周姐，整顿职场以后就靠你了呀！周姐，你把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做了。一时间，我的人气一路飙升。面对众人的推崇夸耀，我却表示，就为了那几个钱，何必委屈了自己呢？大家都是人，何必要低人一等？众人都觉得我说的有理。我知道有许多同事早就不满老板的做法了，只是碍于家庭，所以他们才会一再忍让。而如今，既然他陈淑仪不仁在先，那我索性就破罐子破摔。反正以我的能力，我确实不差这一份工作，但是为了能够让他主动开除我，从而多拿到一些属于我的赔偿，从这天之后，我直接开启了自己的摆烂生活。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也是收起了从前的拼劲儿，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做再多的贡献，最终的利益无疑都全部进了老板的口袋。现在是让人顶替我的位置，说不定哪天就会找理由将我开除。说实话，懒惰是每个人的天赋，只要我一彻底放松下来，我就成功成为一名合格的老油条。这天之后，我不仅不再加班，反倒一到下班的时间我就立马离开办公室，因为怕错过下班时间，我定了提前5分钟的闹钟。闹钟一响，我就收拾东西。待我收拾好东西，从工位上站起来，基本就到了下班时间。这样正好1秒钟的时间都不会浪费在公司里。这天半夜，老板竟然十分不要脸地发来消息：“小周啊，最近产品销量下滑很厉害呀，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之前，我不管多累，肯定会连夜一份详细的优化方案交给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今，我看完直接将手机丢到一旁，连消息都懒得回复。直到第2天上班，我才不紧不慢地回道：“这都是陈主管的责任，你来问我一个普通员工是什么意思？”这天我照常准点下班，我刚要踏出公司大门，
陈淑仪一下就将我叫住：“周爽，谁让你走了？”我指了指公司墙上的钟表，公司又不包晚饭，干嘛不走？周爽，我看你越来越没有一个员工的样子了。还有我昨天发去的消息，为什么今天早上才回？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转头冷冷看向他，以前不懂事，以为努力和回报成正比，现在懂事了，知道老板只会把我们当牛马看，只有我们自己才会把自己当作人，所以下班之后都是个人时间。个人时间。陈淑仪突然将一叠资料甩到我面前，你看看最近半个月的销售额下跌了近70%，你觉得你们部门的每个人都配有个人时间吗？今天给我写2万字的检讨和解决方案，不然不准下班。劳动法好像没有规定我有写检讨的义务吧？我冷冷说道，然后准备转身走。陈淑仪忽然使劲将我桌子一拍，她歇斯底里吼道：“老子是老板，难道还没有权利命令你做事了？周爽，别以为你仗着自己曾经有点小成绩就骄傲，我念在你是老员工的份儿上才对你网开一面，你不要得寸进尺。”我的语气异常平静，没想到老板还记得我那小丁点的成绩，真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见我根本不吃他威胁这套，他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似乎觉得丢了面子，反倒先我一步离开了公司。他前脚刚走，公司就响起一阵起哄声：“秦姐，你也太牛了吧！秦姐有你在，整顿职场指日可待。”我笑了笑，都是打工而已，何必为了这几个钱苦了自己呢？之后的日子里，我更是将老油条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平时里那些摸鱼的员工见了我都得叫一声师傅。终于我的行为将陈淑仪彻底激怒。这天我正在工位上养生，陈淑仪直接冲到我的工位面前，她直接毫不留情的就给了一巴掌。你他妈是不是太过分了？这些年我对你的好你全忘了吗？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说着，他就直接丝毫也不留面子的当着全公司的面对我阴阳道：“就算是老子养条狗，他也知道冲着我摇尾巴。既然他都能做到这种地步，那我自然也就不再顾及他的面子。”我直接站起来，将他最不耻的秘密给爆了出来：“陈淑仪，你现在真是好大的架子啊！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当年你公司濒破产，你去当陪酒小姐的时候，是谁拉了你一把？”此话一出，办公室内顿时一片哗然。众人怎么都没有想到，陈淑仪竟然还有这么狼狈的一段历史。一听这话，陈淑仪瞬间破防，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才是陪酒小姐！你全家都是陪酒小姐！你被开除了，立马给我滚！开除可以呀，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挽留，毕竟被开除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开除也并不是对方一句话的事情，毕竟就在刚刚，我还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说完，我就顺势往地上一躺，主动将我开除的赔偿先不谈。刚刚那一巴掌要是没个几千块钱，我是肯定不会起来的。无良公司不仅无缘开除员工，还动手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我的哀嚎声传遍了公司大楼。见此状况，陈淑仪立马就慌了：“周爽，你想要造反吗？”我也不搭他的话，我自顾自地捂着自己的脑袋。啊，我头好痛，好晕。周爽，你碰瓷碰到我头上来了吗？快给我起来，别装了。我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一般，我尽自己最大的演技，表演出十分痛苦的样子。我向身旁的同事说道：“麻烦给我打一下急救电话，顺便给我报个警。”一听到我想要警察介入，
这下陈淑仪彻底坐不住了，她赶忙换了一副哀求的语气：“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快起来吧！”见我仍旧纹丝不动，这下她只能不断向我妥协：“对不起，刚刚我不该动手打你的，我真诚地向你道歉。5000行吗？就当是医药费了，这件事就当作没有发生，可以吗？行吗？就当我求求你了。”看着陈淑仪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我只觉得心中一阵暗爽，也不管我同不同意，他直接就往我微信上转了6000块。你快起来吧，我都把钱转给你了。这巴掌的事情就算是过去了，但是工作的事情可还没完呢。老板，你要是把我开除了，我怎么看病啊？周爽，你别太贪心，你真以为你能威胁我吗？不吃我这套！说着，我就佯装要拨打报警电话的模样。陈淑仪不攻自破：“好，暂时不开除你，等你看完病回来，我们再说，可以吗？”不得不说，缓兵之计被陈淑仪玩的那叫一个熟练。我知道我再耍无赖下去，肯定最后啥好处也捞不着。我于是就见好就收。最终，我打着去医院检查的名义，回家带薪休假去了。我在家每休假的时候，忽然有一名不速之客找上了门来。薛琪，他也是我现在这家公司的前任元老之一。当年在公司落寞的时候，他选择了跳槽离开，但是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往来。我在诧异的同时，不禁一阵自嘲。你都知道那些糗事了，你不会是来看我笑话的吧？薛琪微微一笑，带着几分轻松的语气：“这怎么能够叫糗事？老板夹菜你转桌，老板开门你上车，老板秘密你当面乱说，这可是大多数打工人梦里才敢有的场景啊！要是我做梦都得笑醒。”我歪头一笑，确实挺爽的。说着，他忽然语气严肃了几分：“好了，我这次过来其实是想当面问问，你要来我们公司吗？等等，这一次你先别急着拒绝。”说着，他就伸出10根手指：“我们 boss 发话了，只要你过去，待遇给你之前在这家公司的10倍。10倍，这确实是一个极具诚意又让人难以拒绝的数字。其实之前薛琪也来挖过我2次，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总想着自己毕竟是和陈淑仪一起同甘共苦走过来的，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对他，我都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也拒绝过了薛琪2次。而如今陈淑仪卸磨杀驴的做法，彻底斩断了我们之间的感情。面对薛琪诚意满满的邀请，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我轻松一笑，既然你们都展现自己的诚意了，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忽然之间，我想起当年薛琪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当年你离开的时候，就和我说过陈淑仪这个人不行。当时我还不相信，如今在亲身经历过之后，我才明白。薛琪一听我答应，高兴的就要拉着我出门吃饭。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不过我怎么都没有想到，陈淑仪竟然会让你培养的人来顶替你的位置，这样的做法确实恶心。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他，要不是他，我也没有机会能把你挖过来。都说裁员裁到大动脉，我倒想看看等你走之后，他公司会变成什么模样。你说到时候他会求着你回去吗？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可是就算他求我，我也不可能再回去了。我俩相视一笑，他就带我去和他老板面谈我之后的待遇。陈亚琴果然不负众望，在正式接手我的工作之后，他还想学着我以前的做事方法，但是在我看来完全就是照猫画虎，在职场中想要滥竽充数是不可能的。很快，陈亚琴的成绩就将他的问题无情地暴露了出来。在陈亚琴接手之后，公司的销售额
断崖式下跌。合作方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到了陈淑仪那里，对方直接毫不客气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投了那么多钱，不是来陪你们玩的。要是再拿不出成绩，直接取消合作。”面对对方的决绝，陈淑仪的脸黑到了极点。1周后，要是销售额再提不起来，那就直接取消合作，造成的损失由你们全权负责。说完，对方就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要知道，之前陈亚勤可是在我和陈淑仪面前信誓旦旦地承诺过，他一定会在业绩上超过我。可是如今的事实却是让他啪啪打脸，只是当事人知道，此刻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陈亚勤还以为陈淑仪要夸他，他屁颠的就跑进了办公室，在路过我的工位的时候，还朝我投来不屑的一瞥。他嬉笑着，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怎么了，淑仪姐？陈淑仪直接一巴掌就呼了上去，笑，你看没看你自己的你们部门的业绩？你他妈还笑得出来？再这样下去，公司的亏损全部由你来承担。说着，他就将陈亚勤之前写的方案像丢垃圾一样给丢了过去。这周这累，要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就等着被开除吧。陈亚勤瞬间就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他在我的位置上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他就要被开除了。面对公司出现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想要将锅甩给其他人。他哭哭啼啼地说道：“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呀，肯定是公司的其他部门出了问题。这样既没有担当又没有能留的人，又如何能够胜任我的位置呢？”这一次，陈淑仪也不再惯着他，他也不管我听没听到，直接就怒吼道：“为什么之前周爽管理的时候没问题，你刚一胜任就是各种问题？这几年你在他那儿连个屁都没学到吗？眼见将锅甩给其他部门不成，他又想要将矛盾转移到我身上，肯定是周爽在暗中搞小动作。所以，陈亚勤，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就你这种废物，还想拿我给你背锅？”原本还在工位上养生的我，直接就冲进办公室，俩人都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陈亚勤赶紧找补：“周爽姐，我不是那个意思。”陈淑仪则不知廉耻地我说道：“周爽，我可以考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来当陈亚勤的助手，简直是倒反天罡。”我旁若无人地伸了个懒腰，我年纪大了，这么好的发展机会，你还是留给像陈亚勤这样的年轻人吧。老板，其实我还是相信你的眼光的，毕竟陈亚勤可是你当初亲自塞到我部门来的，这些小问题对他来说都是小问题，你得多信任他才对。要是你都不相信他，那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脸吗？我一番捧杀的话语，直接让陈淑仪下不来台，他只能硬着头皮相信陈亚勤能够解决问题。对完老板，我也不忘嘲讽陈亚勤一番，而且想要我给他当助理，他还没这个本事。听到被我嘲讽，陈亚勤下意识地反驳道：“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就偏要打你的脸。”我轻松一笑，我也相信你肯定能行的，毕竟你可是老板亲自选拔的，要是你做不到的话，那岂不是就丢了他的脸吗？你也别灰心，毕竟你做得越差，也就说明有你进步空间越大。说完，我就继续回到工位，悠闲地摸鱼，只留下陈淑仪和陈亚勤俩人在风中凌乱。要是陈亚勤的能力有他的自信的一半，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他连续在公司加班了4天，可是每次他拿着新方案进办公室，都是自信满满的进去，
然后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出来。眼见着离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黔驴技穷的他最后不得不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我正在电脑上悠闲地玩着斗地主，他殷勤地将一杯咖啡递到我面前。师傅，我给你买的咖啡。我转过头望向他，只见他眼睛里满是血丝，一脸憔悴。要是他没抢我位置，他也不会弄得这副狼狈模样。而且此刻在这儿玩斗地主的就是他，不是我的了。我淡淡看了他一眼，就将眼光收了回来。无功不受禄，你这是干嘛？师傅，这个方案你能够帮我看看吗？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冷冷地说道：我现在就是公司边缘人物，这么重要的方案肯定是得部长你自己处理呀，事关他去留的问题，他怎么可能就此放弃？陈亚勤见我不同意，不知不觉间他的语气又卑微了几分，甚至带着一点卖惨的味道。师傅，要是我做得不好，我就要被开除了，你可能见死不救吧？一听这话，我就来了几分脾气，我直接将音量提高到全公司人都能听见。抢我位置的时候，你有想过你是我的师傅吗？现在有困难了，就想起我来了是吧？陈亚勤，你动你的猪脑想想，就算你被开除，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陈亚勤见我丝毫不给他面子，于是就准备来硬的。只是可惜，只要是我讨厌的人和事，软硬我都不吃。陈亚勤仗着自己现在是部长，他直接亮出自己的身份来压我。只要你还在我这个部门一天，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给我做。真是好大的官威。但是他似乎忘了，我连陈淑仪都不怕，还会怕他一个部长吗？我冷笑一声，今天就算是陈淑仪来了，我也不可能听他的。你算老几？还有，你跟了我快3年，有一样东西我忘了教你，做事之前先学做人。要是你凭自己本事把我挤开，我不仅不生气，我还会佩服你。但是你在背后搞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我就告诉你，不是你的东西，你也别想要。陈亚勤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是我的对手。最后他看我肯定不会帮他，他只能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因为这段时间工作的进展几乎为零，没多久，合作方直接提前就派人找上门来。陈淑仪恶狠狠瞪了陈亚勤一眼，但随即还是强行陪着笑脸将合作方请进了会议室。他们前脚刚进去，我就听见合作方猛地将桌子一拍：你们他妈是没人了，换一个废物来和我们交接，还是说你们在小看我们？陈淑仪怎么都没有料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她现在的当务之急肯定是想要稳住合作方，于是他赶忙就叫人将陈亚勤叫了进去。陈亚勤，你还想不想干了？都说了这次合作至关重要，一定要让大家都满意吗？合作方也不吃他俩自导自演的这套，对方简单直白地问道：现在就给我们一个准话，究竟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要是不能，就别耽搁我们的时间。此刻的陈亚勤早就被对方的气势吓到，他支支吾吾一阵，就是不敢向对方保证。此次的合作方的要求十分高，相比于空口无凭的给对方一个承诺，他更害怕承担之后的风险。合作方感觉自己像是被戏弄了一样，他们直接的讥讽陈淑仪：你眼光怎么会变成这样？放着好好的人才不珍惜，拿这种货色来应付我们。周爽呢？让他来和我们对接。陈亚勤的秘书赶忙走了出来：周爽姐，老板叫你。我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和他一起进了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着陈亚勤委屈地站在角落里，但一见到我，
他竟然不忘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仿佛现在的局面都是我造成的。合作方的负责人直接上前来与我握手：“小周啊，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能够和我们来交涉的。我们来之前，老大特地嘱咐，必须让你来交涉，他才放心。”我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首先谢谢你们的信任，但是我现在已经被剥夺了部长的位置，这么重要的合作，我没有权利来插手。”负责人一阵惊讶，他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操作。他直接当着陈淑仪的面说道：“这项业务必须让小周接手，否则我们就终止合作关系。”此话一出，陈淑仪瞬间急了。要是对方解除合作，那无疑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亏损。他原以为陈亚勤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很快就能接手我的工作，但是显然他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但是陈淑仪知道与我的关系早就破裂，现在他也不可能拉下脸来求我帮忙，他只能再三安抚合作方，硬着头皮希望能够再给陈亚勤一次机会。在他的再三请求之下，最后对方勉强答应，给了他1周的时间。合作方前脚刚离开，后脚陈淑仪就立刻召集整个部门开紧急会议，而我抬头一看，刚好已经是下班时间。我直接起身就离开公司，去尽情享受自己的私人时间了。陈亚勤和整个部门通宵了3天，但最终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毕竟之前这些合作全部都是由我一手负责，眼见就要到合作方规定的最后期限，陈淑仪和陈亚勤都慌了。这天，陈亚勤黑着脸走到我面前，一把就将手中的文件拍到我的桌上：“明天之前做好给我，然后和我一起去见合作方。”我埋头看着手机，连头都懒得抬一下。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就一个打杂的。见我一副无所谓的模样，陈亚勤直接怒不可遏地朝我吼道：“周爽，我是你主管，要是不听从安排，我现在就开了你。”“好的，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我已经没任何东西留在公司，我起身就准备直接走。陈亚勤也没想到我竟然真的说走就走。“周爽，你想要造反是吗？”我却是一脸无语。“陈主管，不是你要辞退我吗？那我当然得走了呀。”“你……”陈亚勤气得只能咬牙切齿地看我离开。只是可惜，没有陈亚勤的批准，陈亚勤辞退不了我。为了看看陈淑仪等人在最后阶段会怎样收场，我就又回来了。最后，公司与这家合作方毫无意外地谈崩了。也正是以此为转折点，公司开始不可逆地走起了下坡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一次合作失败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因为这次失败，该公司在业界内的业务能力受到了严重怀疑，信誉也大打折扣。短短不到1周的时间，10余家合作方与我们取消了合作，亏损近1000万。为了挽回资源，陈亚勤只能带着团队做无谓的挣扎。他不惜花费重金请中间人联系合作方，但是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毕竟没有货真价实的实力，就算你吹得天花乱坠，合作方也不可能和该公司合作的。最终，陈亚勤还是拉下脸来求我帮他。“周爽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求求你再帮我们这一次吧。”看着他谄媚的模样，我只觉得恶心。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记性好，别人对我好，我定当涌泉相报；别人对我差，就算是把嘴皮子磨破，我也是不可能帮忙的。他猛地将我桌子一拍：“周爽，给脸不要脸了是吧？你一个打杂的，装什么装？现在是公司养着你，
你就不能为公司做些贡献吗？按你现在年龄，老板要是真把你开了，你看会有哪家公司要你？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还没等我反击。陈淑仪听到动静就走了出来。周爽，老娘忍你很久了，你别以为我把你留在公司就是不敢开除你。从现在起，你被炒了，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我笑了笑，不紧不慢地伸了个懒腰，这养生的日子也过够了，是该准备走了。对了，老板记得是你主动辞退我的，要给赔偿金哟。他们二人的表情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我直接去财务室领了赔偿金之后，就潇洒离去。刚出公司，就见着薛琪在路边等我。周爽，我总算等到你辞职了，走吧，今晚老总特地请你吃饭，你无论如何都得赏个脸。在餐桌上，薛琪老总给了我该有的尊重，并表明了自己的诚意。年薪就按你在前公司的15倍开，超额完成的分红我们再另算。你看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让小薛将合同改完之后再发给你，我很满意。端起酒杯，我们的合作也算是初步达成。送我回去的路上，薛琪的情绪似乎比我还激动。有你的加入，我们公司就是如虎添翼。我已经期待陈淑仪到时候的表情了。我笑了笑，我也一样。我入职薛琪的公司之后，以我这么多年积累的人脉，全部被我吸引到了新公司。在我到岗之后的第1个月，公司的销量就突破历史新高。前公司同事发来祝贺的消息，他说陈淑仪的表情就像是吃了屎一样。说着，他还发来他偷拍的照片。看着陈亚勤那丧家之犬的表情，我的心情别提有多畅快了。我当即就把这张照片分享给了薛琪，我俩因为这张照片笑了一整天。我离开后不到1周的时间，前公司就彻底乱了套，接近90%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陈淑仪一再做出人员调整，想要以此来度过危机，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她先是开除了陈亚勤，然后又花费高薪招来一名新的主管。可是人就难逃破产的命运。破产前，陈淑仪还3番5次的给我打来电话，她竟然还妄想我能帮她。周爽，对不起，我错了。现在公司有困难，能请你再回来帮帮我吗？我们一起打拼了这么些年，我想你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公司，都还是有感情的吧？求求你再回来帮我一次吧，我认你当公司的副总。我冷哼一声，陈亚勤，你能坑我1次，你还觉得能坑我第2次？确实有情感，看到公司倒闭，看到你破产，我现在觉得爽极了。发泄完后，我就彻底和他断了联系。时间一晃就是1个月过去了。陈淑仪因为破产欠下了巨额债务，因为难以忍受每天催债的压力，她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当我得知这条消息的时候，也是一阵唏嘘，但是我却丝毫也没有觉得她可怜，毕竟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他自作自受。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